妖兽啊，美国六代机又出幺蛾子了。一向很卖力的诺格竟然主动退出了 NGAD 项目，如此一来 ，NGAD 很可能会走 F35的老路。7月27日，诺格的 CEO 在电话会议上宣布，主动退出 NGAD 项目，准备专注研制 B21。当然，这不代表诺格跟 NGAD 项目无关了，只是不会成为六代机的主承包商，而是作为次级承包商参与其中，也就是建造一些零件什么的。只是诺格这一走 ，NGAD 项目就剩下2个竞争者了，洛马与波音。火力军说句实话，有点不妙。今年5月份的时候，美国空军还发布了一份机密合同招标，计划2024年正式授予合同，2030年正式入役。只是诺格弃权之后，洛马夺标的成功率很大，战机的质量以及服役时间就不好说了，有很大的可能会像 F35那样研发进度一直拖延。在 NGAD 项目的竞标中，其实就3家公司有希望：诺格、洛马、波音。其中洛马打造了美国空军2款主力战机，也就是 F22与 F35。诺格的成果也不错，不仅有 F14，还包括 B2 和 B21隐身轰炸机。上世纪80年代设计的 YF23 也曾是 F22的强力竞争对手。相比之下呢，波音就显得很羸弱，成果也就 F15和超级大黄蜂，还有无人机 MQ-25A， 最接近5代机的也就一个 X32。波音是这3者里面唯一一个没正儿八经的研发一款隐身战机的企业，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，明显不如洛马和诺格。所以有能力竞争 NGAD 合同的其实就只有2家，而火力军更看好诺格。诺格在 NGAD 项目中表现得特别积极，在2021年就发布了6代机概念视频，今年又补充了一段6代机的真实影像。反观洛马的臭鼬工厂，今年6月份的时候才公布6代机的设计剪影，连立体效果图都没出。结果谁也没想到，主力选手自己弃权了。诺格退出后， NGAD 合同花落谁家基本一清二楚。波音没有隐身飞机的设计经验，其他公司虽然也想从 NGAD 项目中分一杯羹，比如雷神和柯林斯公司，但是问题跟波音一样，缺少经验，并且没有整机研制能力，顶多也是作为次级零件供应商。这就只剩一个洛马了，经验技术都有。不过就火力军的看法，诺格退出 NGAD 项目可以创造一个3赢的局面，只有美国政府受伤的世界达成了。诺格退出竞标的原因有点离谱，认为在 B21项目生产阶段前，另外开发一款隐身战机不是明智之选。参与 NGAD 竞标很可能出现资金损失。说白了，诺格觉得加入没有弃权赚钱。实际上，这个想法没什么问题。研发6代机需要投入巨额资金，可能还会成为一个陪跑的。而弃权之后的好处也不少，诺格可能与洛马、波音签署了合作协议，不管谁中标，诺格都将成为优先供应商，可以稳赚不赔。至于波音为什么不走，原因也很简单，陪跑并不是无利可图，既然已经没希望了，那就随便搞一搞，万一成了呢？波音的大黄蜂之前给 F16陪跑，后来被美国海军看上，重新设计后把 F14踹了。而且诺格弃权之后，可能性更大了，就算是赶不上空军的 NGAD， 海军的 FA-XX 也能试一下，所以波音也赢了。至于洛马，赢的最多。作为世界唯一一家中标2款5代机的企业，洛马在技术、使用经验等方面都比诺格与波音更强。同时，洛马也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最大利益制造者，影响力也很大。还记得之前特朗普威胁不签 F35合同，但不久之后，洛马 CEO 就出现在白宫，亲自递笔给特朗普，合同该签还是签。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洛马稳稳中标。而重点来了，洛马一家独大，这就意味着价格随便开。项目进度也没那么着急了，只要不是很过分，美国空军就要接受，他别无选择。所以就结果来看，诺格退出 NGAD 项目是一个3赢的局面，只有美国政府一个人受伤，没有跟洛马谈判的筹码了。而 NGAD 项目的情况跟当初研发 F35时一模一样，这就意味着 NGAD 很有可能会跟 F35一样，不仅质量没达到要求，价格也比预想的更贵。美国空军正式发布合同招标没多久，诺格就跑了，剩下的企业又没什么竞争力，就剩个洛马，技术经验都不缺，这一幕火力军相当熟悉。F35不就是这样来的吗？相比美军最开始战机研制时的百花齐放，
经过兼并整合后，冷战后美国军工巨头已经没剩几家了，导致 GSF 项目竞标的时候只剩洛马的 X35和波音的 X32技术验证机。考虑到 X35大量采用了 F2 的成熟经验，以及 X32太丑的缘故， X35顺理成章地赢得竞标。只是就结果来说，美国军方当时的考虑太天真了。由于洛马垄断了5代机项目，在缺乏竞争的情况下， F35项目的研发进度一直拖延，成本水涨船高。美国空军指责2句，洛马还能直接怼回去。甲方爸爸这几个字在美国空军身上一点也看不见，而且最终的成果也没达到美国空军的预期。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之前就狠批 F35是一个失败项目。根据美国国防部作战经验鉴定局的公开资料， F35的缺陷有很多，比如舱内加压问题、发动机问题、寒射座椅缺陷、夜视问题以及机身抗腐蚀问题等等。也正是因为这些问题， F35的事故率频发，在2017至2022年间至少有8起 F35坠机的事故。2022年影响 F35交付的工作直接导火索就是一架 F35B，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军事基地测试时坠毁了。还有 F35A 的妥善率，2021年美国空军 F35A 的妥善率只有 68.8%， 到了2023年4月，全部型号的 F35仅有 56% 可执行完全任务能力。F35最终会发展成这样，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空军没得选，是好是坏都能捏鼻子认了，想着未来会更好。结果没想到，美国空军现在的选择更少，研发 F35时好歹还有一个 X32能考虑，结果到了 NGAD 项目也就一个洛马能看。NGAD 会不会像 F35那样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不过说到 NGAD 就有一个问题，6代机的标准是什么？5代机 4S 标准属于美国独创，隐身、超音速巡航、超机动能力、信息感知能力。至于6代机，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。按照美国空军的合同招标书， NGAD 会在 F2 的基础上实现迭代，最终取代现役 F22。至于具体性能要求，美国空军并没有普及，只是很宽泛地表示了一下，比如更大的航程与有效载荷，比 F35还先进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可靠的战场适应性，宽带超薄红外隐身技术，先进电子系统和电磁频谱作战能力，充当无人机的4分位等等。火力军就按照这几个信息聊聊6代机的标准。就以上信息来看，6代机的飞行高度与速度是2个核心。按照诺格、波音、洛马之前的概念图来看， NGAD 战机更加注重高空高速性能，没有传统的水平和垂直稳定装置。当然了，前提是不能牺牲隐身性能。考虑到作战效能，为了更快地往返于任务区域，不开加力以更低的油耗实现超音速巡航是肯定的。虽然 F22也能超音速巡航，但是油耗太大，冲刺距离太短。参考 F22 1.7 马赫的巡航速度， NGAD 起码超过2马赫，只是高度就会带来一个问题：散热。火力军估计，美国很可能采用新的涂层材料，在不破坏隐身前提下降低机身温度。同时，随着防空系统越来越强，战机为了安全考虑，也需要越飞越高。就比如高空气球，当气球的飞行高度超过18000米，甚至是2万米以上，战机拿它毫无办法，更别说防空系统了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 NGAD 飞得高，就可以规避大部分防空系统。不过，想要实现高空高速，就需要更强的发动机，比如使用自适应发动机过渡计划的成果，由通用电气和普惠公司联合研制。AETP 发动机可以将 F35A 航程提高 30%， 燃油经济性提高 25%， 同时显著提高加速度和其他优势。当然，火力军只是猜测，6代机的标准现在并没有确定。可以等到美国的 NGAD 首飞后再聊。只是如果 NGAD 项目是洛马接手的话，估计到2030年我们也看不到6代机。那么如果诺格没有弃权的话，能不能竞标成功呢？火力军的看法是可以。就拿这3者当前的研发进度来看，诺格是最快的那一个。不过 NGAD 项目属于美军的最高机密，相关公司研制的细节也很少对外公布。火力军就管中窥豹，稍微聊一聊。首先就是诺马的 NGAD， 说实话，就成就来看，洛马还是挺不错的，在隐身战机方面的研发能力与技术储备都不错。但火力军总感觉洛马有摆烂的意思，在 NGAD 项目这点上并不是很努力，一直到现在爆出来的东西也就几张图片。之前洛马放出一张 LMXT 空中加油机的概念图，
加油机下面是一款无尾战机模型，有可能是洛马研制的 NGAD， 一身融合设计，菱形的机翼和发动机喷口，无尾机身等设计完美贴合6代机的概念。除此之外，洛马在庆祝臭鼬工厂80周年的时候，在官方社群分享了一系列内容与粉丝互动，里面就有一张战机轮廓图，也有可能是 NGAD 战机，不过就一张轮廓图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与洛马相比，诺格是真的勤奋，很早之前就亮相了 NGAD 的设计。从视频中一闪而过的片段中可以看到，诺格的战机也是无垂尾配置，常规的一身融合、低可观测性设计为标准配置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它的进气道位于机翼上方，在2023年的宣传片中，样子也大差不差。双发设计布局，2个进气道全部布置到了机身上方。这个进气道上置设计好处确实不少，比如可以降低机身下方雷达波的反射水平，提高隐身效果，但也会带来一定的问题，比如在大迎角飞行时，很容易导致战机因发动机进气量不足而出现停车的情况。说实话，这点 NGAD 还能接受，至于原因，咱们后面再聊。除了诺格、洛马，还有波音的 NGAD。不过，波音虽然也有航空巨头的称号，但是其在隐身战机上的经验不行。F-22名义上是洛马和波音联合研制的，可实际上波音只负责提供机翼、机身和航电系统的部分。当然，波音也设计了 NGAD 的概念图，发动机喷口为矩形设计，无尾翼。但火力军并不看好波音的 NGAD。或许海军的 FA-XX 波音还有一点机会。除了这3个，雷神与柯林斯公司也走到了一块，推出了一款颇具科幻色彩的 NGAD， 同样是没有尾翼。但是火力军觉得这2家基本没有现代喷气式战机研制经验的公司，想要直接搞6代机困难太大，估计最后也就一个谢谢惠顾了。从目前美国空军 NGAD 的招标情况来看，基本上都是无尾翼这种设计，目的就是减低雷达反射面，只是需要更新的科技以突破高速飞行和机动性的障碍，有的为了追求高超音速飞行，舍弃超机动飞行能力。火力军上面也说了，这点没什么问题。NGAD 追求高空高速、防区外作战，速度快就行了，要什么超机动能力啊？总的来说 ，NGAD 大概率会落到洛马手里，而且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，有人战机发展到第6代就是终点了 ，NGAD 会是美国空军建造的最后一款有人战机。火力军还是希望洛马能勤快一点，不要再跟 F-35一样闹出一堆幺蛾子。那么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 NGAD 会走 F-35的老路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